年底了，所以呢，录制一期视频呢，想跟大家说一下，今年的总结以及明年的一些计划。我现在呢，总结一下，首先呢是今年一年的YouTube channel 上面的上传的视频，那基本上是按照我自己的设想，每星期有一个新的视频上传给大家。就是还是挺开心，自己一年以来呢一直坚持下来了，没有给自己找借口来中断啊。另外的话呢，今年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今后的绘画的方向，这是特别让我开心的一件事情。非常感谢我的家人，非常感谢我的老公能够给我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绘画的环境，非常感谢我的妈妈，每一幅我画的画呢都能够得到她的鼓励，觉得特别开心。我以后的绘画的方向，我觉得应该是印象派，风景加场景里边的人物，这样的题材，还有一些自己的生活片段，比如说室内。比如说阳台，比如说家里边的宠物，比如说我的家人，我也会尝试的再去画一下人物肖像，比如说我自己。我觉得信心这个东西呢，是要通过不断的练习来增强的。我也觉得自己在画画的时间越来越长的，就是经过长期的练习之后。我觉得自己也会在画人物上面有所提高吧。今年的一个重大突破，就是其实我这个人呢，就是对于画人物之前还是非常有这种抵触心理的，因为我觉得我画人画得不好。因为我自己给自己也画过自画像，然后也上传过我自己画的自画像的视频，我自己不喜欢，可能。就是我自己想的，自己好像应该是长得更漂亮一点吧，但是呢，画出来了以后就感觉好像，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好看，也可能是我们家镜子有点骗人，总而言之吧，就是不太喜欢画人物，我觉得自己并不能把握的好这个人物的，就是肤色呀，然后包括头发的一些细节呀。这方面的东西，我觉得都挺困难的。但是今年的话呢，在这方面，我觉得在心理上有一个重大的突破，就是我画的海景上面呢，有在沙滩上有很多的这个人物，然后呢，我通过一些就是大小的比例呀，然后包括颜色、形状啊这方面，然后表现一个人物，在我的画上面，就是让我自己感觉很满意，而且呢，场景里边出现人物。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场景突然就活了，它就有故事了，它有事情在发生了，人们呢在这个场景里边有谈话、有交谈、有动作、有互动，就给我的感觉就是，是为这个场景增添了更多的内容，所以呢，看到我画的人呢，也可以从这个画面上面感觉看到人物的话，他们也会感觉到同样的一种感受吧。我觉得这才是生活。今年呢，我自己画了不少的风景照，尤其是根据自己的这些，去海边啊，或者是去露营这方面的经历，自己的亲身经历，然后来做了一些画作。我觉得就是亲身感受过的，然后自己经历过的，在你画画的过程当中是有一种特殊的感受，一直是贯穿始终的这种感受。建议所有的朋友呢都能够，试一试，自己生活中拍的照片其实挺多的，不管是好的照片还是不好的照片，就是你可能没有别的摄影师拍的那么专业，但是呢，这些不专业的照片，你照着它来画的时候，反而能够取得一种就是更好的效果出来。明年的话呢，我也有一些新的计划，比如说做一些这个 tutorial 这种教程方面的视频，我会放在 Skillshare 上面。到时候我会给大家呢，就是分享一下这个链接。明年的这些新上传的视频的话呢，就会有我自己的这个 voice over 这种配音的一些
就是讲解也好，或者是自己的理解和体会也好，在视频当中出现，希望大家也能够多给我留言，大家一起来讨论啊。对了，明年的话呢，我也会做一些简短的视频，初学者或者是绘画的业余爱好者的技巧，有一些小提示给你们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明年万事如意，然后新的一年